2024年10月，我開通了 YouTube 的廣告盈利。那第一年我賺了295美元的廣告費，可以買到一台音箱。那在2025年，我總共賺了這麼多廣告費，可以買一輛車。那總共我的 YouTube 頻道上傳了110支影片。那在這110支影片裡面，我學到了做 YouTube 真的很殘酷。如果你想要你的影片獲得演算法的推薦，那麼你必須要做好這3樣東西，才會讓演算法把你的影片推薦給大家看。好吧，是不是覺得我廢話很多，就想知道賺了多少錢？來吧。那去年的1月份，我上傳了總共5支影片，總共獲得的收益是117美元。那越往後你會發現，其實發布的影片數量跟收益並沒有太大的正相關關係，更重要的是你的影片是否獲得很高的 RPM 或者是觀看量。那關於 RPM 是什麼，以及哪些影片會獲得比較高的廣告收益呢？可以看這個影片。那去年的2月份，我上傳了4支影片。那自從發布完這支義烏選品的影片之後呢，我的訂閱數跟收益都有了很明顯的增長。因為這個影片是關於賺錢啊、電商啊，這些都是 RPM 比較高的話題，所以2月份我賺了203美元的廣告費。好，3月份可以看到有一個明顯的提升。3月份我上傳了4支影片。那比較受歡迎的就是這支去台灣的旅遊的影片。那3月份我的收益是831美元，漲粉了6000個。那去年的4月份我漲了6500個訂閱，收益來到了1040美元。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在4月6號上傳的這支美國生活成本的影片，那這個影片的受眾大部分都是在美國，那美國啊、歐洲啊這些國家的 RPM 相对來說會高一點，所以廣告費也會多一點。所以看到這個月4月份的廣告費明顯比之前幾個月有了比較大的提升。而影片數量方面，我只上傳了3支影片，之前的3個月我都是上傳4到5支，所以影片的質量還是最重要的。那來到了5月份，我的廣告費又回落到了639美元，漲粉了4000個。那這個月份呢，我其中一支影片，這個普通人如何用 AI 賺錢這個影片表現的也是很好，漲粉了很多，帶來很多新的訂閱。那時間來到了6月份，6月份我同樣上傳了3支影片，這個月的廣告費是703。那在這個月裡，我上傳的影片基本上是 AI 相關的，還有一個是旅遊的。這種旅遊的影片呢，通常觀看會比較高，但是留存下來的訂閱啊，還有 RPM 不一定會特別高。那來到7月份，我上傳了4支影片，廣告費來到了502美元。那這個月上傳的影片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些題材，就是效率類的，還有分享我的家庭工作室，這些是我很愛看的題材，所以也是圓夢了，做一集這種我平常很愛看的題材。好，接下來8月份我上傳了3支影片，那這3支影片是賺錢相關的、AI 相關的，還有工具推薦的。那這個月我的廣告費是470美元，比之前的幾個月有回落一些。那時間來到9月份，我上傳了挺多的，9月份很多產的，我上傳了5支長影片，1支 short， 然後廣告費是755美元。到10月份的廣告費是430美元。那這個月上傳了3支長影片，1支短影片。到11月份上傳了11月份上傳了5支影片呢，基本上也是 AI 相關的，還有讀書的，還有一個是讀後感的。那這個月的廣告費是305。去年的最後一個月，12月份上傳了。那12月份基本上就是休息嘛，所以可以看到最後一個月份上傳的就是比較划水一點的題材，就是我自己黑五的用法、信用卡的推薦啊，這些不太需要準備腳本的，就是我自己 freestyle 的一些題材。因為12月嘛，大家都在放假，包括我自己，所以可以看到廣告費啊，包括訂閱都會相對來說小一點。好，總結來說，2025年去年1年，我總共賺了6314.95美元的從 Google AdSense 得到的廣告收益分成。好的，雖然說這個收入可以買一輛車啊，雖然是一輛非常
舊的車。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賺錢的話呢，單靠 Google AdSense 這個廣告分潤肯定是不夠的，大部分的創作者都會有其他的收入渠道。那以我所知的呢，最賺錢的肯定是賣自己的產品，不管是實體產品還是虛擬產品。那虛擬產品包括課程啊、社群啊或者電子文檔。那如果你的目的是賺錢的話，我會建議你選一個非常細分的賽道。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博主會教你做 YouTube， 或者是教你做電商，或者是教你開店。那這些他們選中了一個非常細分的賽道以後呢，他們就圍繞這個主題去做影片，去做內容，最後的目的就是為了賣他們的產品嘛。那這個我也很尊重每個人賺錢的方式。那這個也是很多 YouTuber 獲得非常高收入的一個途徑，就是這個 YouTube 頻道它只是一個獲客的渠道，本質上他們是通過 YouTube 獲取這些免費的流量，然後通過 YouTube 下面的評論啊、留言啊、簡介啊，再引導這些免費的流量到他們付費的渠道裡面，不管是賣你課啊、賣你的社群啊、賣你各種各樣的電子文檔啊等等都好，這是一個賺錢的方法。那還有一種 YouTuber 呢，他們的内容呢主要是以娛樂性為主，那這种內容呢因為觀看量會比較大，那這種類型的 YouTuber 呢，他們最重要的賺錢的方式就是廣告商的贊助。那還有一些頻道呢，比如說講案件的，那這種類型的 YouTube 頻道，他們主要的收入方式呢就是付費會員，也就是通過他們的免費內容獲取免費的流量，再轉化一部分可能非常喜歡這個頻道的觀眾，想要看更多內容的，就會推出會員頻道啊，你可以每個月充值可以看更多的內容。那這種呢通常都是一些故事型的頻道。那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其他渠道總共賺了多少錢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電子報，鏈接在這裡，在影片的描述欄同樣也有。那其實除了真實的貨幣上有收穫以外呢，做 YouTube 還讓我收穫了很多社交貨幣。比如說參加很多活動呢是不用錢的，你只需要跟大會說你是媒體，你可以發送你後台的一個數據截圖。因為在這個社交媒體時代啊，有時候你的社交貨幣比你真實的貨幣更加重要，所以你可以用這個社交貨幣換取很多的東西。比如說我去參加 CES 啊，這些活動都是免費的。另外作為 YouTube 的創作者呢，那 YouTube 呢也會定期組織一些活動，讓 YouTuber 互相認識。所以做這個 YouTube 頻道本身，除了學到很多新的東西，認識到很多朋友，賺到一點錢以外呢，還讓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比如說去參加活動的時候，現在我可以跟別人說我是一個 YouTuber。那在美國基本上你只要講 YouTuber， 這個大家都有共識，都知道你是做什麼。不管是3歲的小孩，還是說40、50、60、70、80歲的，基本上全齡年段都知道 YouTube， 因為大家都會看，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好，那回到影片一開頭提到的，什麼是 TTH 呢？ TTH 就是封面、標題跟開頭，也就是 Thumbnail、Title 跟 Hook。那這3個東西非常重要啊，因為封面和 Title 決定了你的點擊率。那 Hook 也就是你影片的前15秒就決定了你影片的留存率，那這3大指標就基本上決定了 YouTube 是否會推薦你的影片。那舉個例子啊，比如說我其中有個影片，原來的封面呢是這2個，那可以看到这2個封面有個共同點，就是以中國旅遊為主的。那這2個封面呢，我在影片上傳之後的第2天，我發現數據非常的差。這個影片開始的前4個小時，點擊率都是在5以下的，甚至到第2天早上8點半還有到2。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現了問題所在了，因為演算法首先看的就是你的點擊率，如果太低，他就覺得觀眾對你這個題材沒興趣，他就不會繼續幫你推你的影片。所以在這個時候早上我起來看到了這個問題，我就立馬更換了我的封面，最後我的封面是換成了這個。那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呢？可以看到構圖啊，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加了幾個元素。首先，我把標題換成了真實中國，並且加多了一個密字。那還有多加了一些圖標，並且把這個食物的圖片位置把它放大，就是更容易讓人第一眼看到食物。通常呢，你封面裡面呢，要不就是人很誇張的表情，要不就是食物。首先，人的大腦第一眼會看到
五官，所以很多封面都是很誇張的五官。那除了人臉以外，還有就是食物啊，或者是可愛的動物啊，這些都是人類喜歡看的一些元素。那更換完這個封面之後呢，可以看到點擊率一路增長。我們可以對比一下觀看數。通常你的影片如果點擊率在5以上，那當然越高越好。如果是有10的話，10以上那是非常好，那 YouTube 就會開始瘋狂推你的影片了。可以看到早上大概9點鐘換完新的封面之後，慢慢 YouTube 看到這個新的封面點擊率很高，他就幫我推這個影片了。可以看到在這個影片發布的第16個小時的時候，它的表現就已經高於了平常的影片同期的表現。那在16個小時之後，這個曲線是一直瘋狂往上的，也就是說 YouTube 一直在推這個影片。所以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什麼？就是封面點擊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我這個影片在沒換封面之前就是非常低的5%以下的點擊率，但是換了封面之後呢，基本上點擊率都保持在5%，甚至衝到了11.5%。那之後基本上都是5%以上的。那封面虽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啊，可能佔到了60-70%。那另外一個 T 就是你的 title， 你的標題也很重要。那這兩個東西就決定了觀眾是否會點擊進來。那觀眾點擊進來之後呢，如果你的影片質量不好，那演算法也是能抓到，也不會把你的影片推薦給更多人。所以這個時候有另外一個指標很重要的，那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hook， 你影片開頭的 hook 前15秒是不是能把觀眾留下來，這個留存率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影片一開頭15秒能把觀眾留下來，大部分觀眾70%以上的觀眾都留下來了，那 YouTube 就覺得你這個影片不僅吸引人點擊進來，並且點擊進來質量還可以因為觀眾一直還在看那這個時候演算法就覺得點擊率可以，留存率也可以，就會判定你這個影片是一個很優質的內容，那就會一直推你的影片。那當然，如果觀眾不僅是看完你的 hook， 還一直把你整個影片都看完，並且還留言點讚，那是最好的。那你這個影片就會一直得到 YouTube 的推薦。那最後一部分來談談心態吧。那首先我想分享一句話，那就是我覺得是每一個創作者都會遇到的，那就是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你是在跟爸媽啊、親人啊、朋友啊、戀人啊，偶爾都會有一些小爭執。就算是這麼親的人，他們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有時候也有可能有一些小誤解。更何況是網絡上千萬的人，他們根本就不認識你，他們只通過看你一段5分鐘、10分鐘的影片，就揣測你的意思，那被誤解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有酸民留言啊，那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沒有收到任何酸民的留言，那非常好，也很幸運。但是如果你收到了，其實代表了你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了。你可以回看我以前所有的影片，只要他們不是人身攻擊或者有事實性的錯誤，我都會選擇點讚。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有這麼多內容選擇，你可以看電視、看 YouTube、看 Netflix， 但是你選擇看我這個影片，並且你有跟我互動，並且留下了留言，我覺得光是那3秒、5秒做這個行為本身，不管是酸不酸也好，不管是認同不認同也好，我覺得是對我作品最大的認可。所以我非常感謝為我的影片留言的所有觀众，不管你是酸我啊，不認同我的觀點啊，或者是質疑我的觀點啊，我通通都接受。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不管是在線上跟線下，就是應該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只要你說的話沒有對別人產生威脅、誹謗或者是一些事實上的錯誤，我覺得不同人之間的觀點都是可以自由的碰撞跟交流的。那做 YouTube 呢，我還學到一個心態上的東西，那就是你的作品的價值不應該被觀看量而定義。有一些作品我自己覺得很滿意，但觀看量不如預期，不代表我作品的價值就不如另外觀看好的影片。那每个影片的觀看量呢，取決於很多個因素。那在這個影片剛剛開頭就講了，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不應該被演算法完全左右我們自己的審美、創作角度，包括我們的選題。我知道演算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覺得歸根到底，做創作，如果你的選題、你的出發完全是純粹為了迎合演算法的話，那我覺得我們就是淪為演算法的一個，跟打工人無異吧。你就是把他想要
工廠主想要的東西流水線的組織傳達。我覺得作為一個內容創作者，我們的創作不應該被演算法的推薦而定義。我不管一個影片是有10個觀看、100個觀看，還是1000個觀看，或者是1萬，或者是我有的影片50萬個觀看，只要有一個人在觀看量100的那個影片裡找到了慰藉，得到的能量，我覺得這對於創作者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勵。那有的影片很幸運，它得到了非常多的推薦，那有可能是因為那個話題確實很多人愛看。但是呢，往往那些很多人愛看的話題，他們的驅動是好奇心驅動的，他看完未必選擇訂閱你的頻道。但是有一些影片，它可能只有1000、2000個人觀看，但觀看完這個影片的人會選擇訂閱你的頻道。對我來說，我希望留下來是一個我老了看了是我自己会很 proud 的作品，而不是一個為了博取流量、博取演算法推薦而做的一個東西。其實我很多影片都沒有得到很多的推薦，有的只有幾十幾百的觀看，其實我就覺得都無所謂，因為制作完那個作品本身對我自己就是一個釋放，其實就好像寫日記一樣，不一定要很多人看，只要我自己滿意了，或者有一個人得到幫助，我覺得就是所有的目的。還有就是我一直認為，如果你每一個影片都是用真心去做的話，觀眾是會用心感受到的，觀眾會感受到你的用心。演算法會變，但是你我的初心沒變，觀眾跟創作者建立的關係沒變，無論演算法怎麼變。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如果遇到喜歡的創作者，就要訂閱他們的頻道，因為演算法會變，有可能你喜歡的創作者，你會覺得怎麼這麼久都沒看到他們的影片呢？那是因為演算法改變了，他們沒有把你喜歡的創作者推薦到首頁。所以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遇到喜歡的創作者，訂閱他們的頻道，然後每次打開 YouTube 的時候，我通常都會直接到我的訂閱的列表裡面，先看我喜歡的創作者，如果發現沒有新的內容，我才會去首頁去刷有沒有一些新的創作者或者是頻道。那如果你問我現在2026年還值得做 YouTube 嗎？我覺得這個答案是，你真的喜歡做內容嗎？或者你享受這個過程嗎？那說實話，剛開始我是非常熱忱的，但是到了某一個點，也會有一些倦怠，也會不想更新影片。其實这個影片呢，我本來是想1月頭的時候就出了，因為是2025年的總結嘛。但是為什麼拖到了2月份才出？也就是確實是因為我自己到了一個倦怠期，就是剛開始的熱忱慢慢變成了一個工作之後呢，就有點不想更新了，就覺得有點不好玩了。因為我做這個頻道本身的出發點是因為我自己很想做 YouTuber。我10幾年前讀書的時候，讀大學的時候就很愛看 YouTube， 那個時候我就很想做 YouTuber， 但是後來因為讀書啊、工作啊、創業啊，就很多事情就沒有時間去搞這個。但後來稍微有一點時間之後呢，我就真的實現了這個夢想，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小小的夢想啊，就是當一個 YouTuber。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其實我除了做 YouTuber 是我一個小小的夢想以外，我還有一個夢想，就是我想當演員。对的，很不要臉哈，就是想當演員。所以我自己最近在不斷看有什麼各種試鏡的機會啊，就聽起來好像很天方夜譚，但是我覺得那人生嘛，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實現夢想的過程。這個夢想不是別人定義的，而是你自己定義的。那對於我來說，我在途中確實也達到了很多人生的夢想，但是我還有很多新的夢想，或者是有很多比較難的夢想還沒實現。比如說我想做一個演員，我想去試鏡，不管是我在30歲、40歲、50歲、60歲達到無所謂，反正這就是我人生中想做的一件事情。我想不管是跑龍套還是做一個很小的角色都好，我想嘗試做一個演員。那這個 YouTube 頻道也是記錄夢想的一個過程。那有人會問，做 YouTube 器材很重要嗎？我可以跟你說，一點都不重要。我所有的器材就是我正在錄影的 DJI Pocket 3，還有這個 DJI 2的麥克風，還有我的手機。那如果你想要拍攝更多好玩的特別的角度呢，你可能需要一些配件。那在我之前的這個影片裡我也提到過了，我還有用了一些小的配件去輔助我拍攝。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或者是想看我除了在 YouTube AdSense 之外，我在其他的這幾個方面還賺到多少錢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電子報，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我是飛人弗萊登，我們下期再見了，拜拜。